嗨，大家好，我是欧迅。今天这一集主要来分享跟介绍一下，在上一集女子车中泊影片，大家询问度最高的是我们这一台车，它到底是什么车呢？这一台车是我们的第二台露营车。那这一台车，一般我们也拿来做日常代步啊，上下班，收送货。我们自己也有在做电商，这台收送货，在市区方便开车，然后停车也蛮方便的。那这一台车，很多人都以为是最新款的5门 Jimny， 就不是，它只是在台湾早期非常火热的一台车款。这一台是1996年 Suzuki 的金吉星。那今天主要来分享跟介绍一下这一台车，它的历史跟状况。那值不值得购买呢？好，这台车是1996年的金吉星 Vitara。这一台车在台湾常见的有3门的比较多，那5门的比较少。那这台车在台湾算是卖得还不错吧。那之所以会选择这一台车的原因呢，因为我自己是很怕老车的人。那可是在自己的上一台车 T3 在研究了一段时间，那自己也进行做改装跟研究跟了解，实际开车上路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我自己有另外一台新车是。就不讲什么车了，因为我原本有另外一台新车，那其实发现新车的故障率其实也蛮高的，只要是电子系统，因为现在的新车都很多电子系统啊，一些辅助的一些电脑行车的东西。那其实，在台湾，第一个炎热，然后潮湿、高温，那我觉得在现在的新车在台湾在驾驶的使用过程当中，我觉得。故障率我觉得其实也是算偏高啦，通常都是坏在一些电子系统。那电子系统在维修方面其实比较麻烦跟不容易，而且它的零件啊，你只要一个东西坏掉，那等于是整组都要去做更换。那我自己在研究老车使用啊，我觉得我后来也问了很多一些保修厂的技师啊，还有在开老车的这些朋友跟前辈。那其实大家对老车的接受度都蛮高的，而且很多保修厂的技师或是老板，他们都会认为说，其实老车在维修上面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它的设计跟结构算是比较传统，然后很多东西你即使没有那个零件，那通过 DIY 的方式也可以让它保持良好的运作。那如果跟现在的新车比较起来的话，你新车一坏掉，可能整座的零件，它的套件就要全部更换，那花费跟开销其实也是不少的。那反而像老车，它的维修在多数的保修厂技师来讲的话，算是相当的简单容易。而且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去山上还是去海边，还是去乡下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常常会跑到偏山、很深的山上。然后其实看到蛮多金吉星这台车在路上跑，而且状况也都还蛮不错的。那山上的这些保修厂，大家也都会修这台车，所以后来也是决定入手这台车的一个原因。在刚开始引进台湾的时候，算是非常的热卖，然后这台车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老一辈的人，他们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以前的人就会觉得说一台车可以多用途当然是最好嘛。那这台车你可以兼顾上下班代步，然后平常接送小孩、买菜、采购。然后休闲活动，去海边钓鱼啊，去山里走走啊，这台车都可以提供良好的，可以应付台湾这些崎岖路面。所以这台车在早期对很多老人来讲的话，算是一个传奇车种。这种车你要买的话，哪里买呢？现在这种车你在外面买，其实也一般的二手车厂，一般的二手车商其实不太会去收这种车，所以你在一般的二手车的车商其实看不到这种车，你也买不到这种车。你要买这种车呢，你只能透过很简单，现在网络上你要找什么都蛮容易的嘛，透过一些越野车社团啊，还是金吉星的社团啊，这些社团跟越野车相关的这些社团，其实都还蛮容易找到这台车，而且通常大家卖的价格都还蛮实在的，可能大概5万块报废价，你就可以买到一台还不错的那个金吉星。那你如果说不想要收回来整理刚刚讲的5万块的这个车，其实就是还堪用，可以用，但是可能很多东西都需要整理。那个整理的状况就是，
对老一辈人比较省钱的人，他们来讲可能就觉得说可以开就好，堪用就好啊，毕竟可能重点嘛，还是要在一些东西啊可以用就好。那对年轻人来讲，他可能需要东西新一点，还是开起来不要有什么声音，啊，还是说开起来比较顺一点哦，那你可能就是找人家已经整理好，或者说开一段时间不想开了，然后说很多玩越野车的他可能有很多车，那他就是想要把它来做转售、抛售，那你可以去慢慢找一下，看有没有就是车况比较好的车，可能大概价格落在十几万左右，就可以有一台状况还不错，然后外形又帅气的越野车。哦，那相较近几年这个 Suzuki 的 Jimny 在3年前进来台湾的时候，就造起一股流行的旋风，是市场上总是就是有买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其实这一台车它的外形很多，因为我们改成这样子的一个外观之后，就被很多的年轻朋友误会为是他的兄弟 Jimny。那所以说，你如果也喜欢 Jimny 这样子迷你越野车的外形，那但是你可能也现在 Jimny 也有钱也买不到嘛。那你如果说你也喜欢差不多的外形哦，但是或许你可以考虑这一台 Suzuki 的 Vitara 哦，那可能花一点点钱先去做改造啊，可能改个颜色啦，或者说加装一些配件啊。它的外形帅气度其实也不输 Jimny 嘛，哦，对不对？它的料件其实相当的多，你要维护或者说去改装，其实真的也不用花太多钱哦，你就可以就是整理出一台不输 Jimny 的一台迷你越野车。那接下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上一部影片很多网友问到的东西。第一个是这个一个收纳包，是我们露营必备的一个道具收纳包，皮革做的。这是 Vanlife 台湾的商品它用那个牛皮制作，然后那时候设计拿来收纳2把刀。我们自己的露营使用一般就是一把8寸的主刀，然后一把5寸的惯用刀。那2把刀具都可以就是完整的收纳在这个一个收纳包，非常的方便，外形看起来也蛮帅气的。非常的耐用，然后也可以搭配你的风格露营。另外一把，这一把也是很多观众、很多粉丝询问的，就是大马士革钢的户外求生刀。那配备一个牛皮收纳，让它整个感觉更加的复古帅气，然后很有户外求生的一个风格。刀身非常的厚实。这个厚实的刀身可以拿来做木材的砍削啊，或者是削切一些引火棒，还蛮好用的。那你要来切水果啊，还是切割绳子啊，都非常的好用。那因为它是大马士革钢做的，所以它不单纯只是一把刀子，它更是一个艺术品。我自己也很喜欢大马士革钢的刀子哦。所以我的刀子基本上都是用大马士革钢的刀子，这一把也是Vanlife台湾的刀，有重量感。再来就是这一台，上一部影片很多人会用到的白色行动电源就是这一台 EcoFlow 的行动电源供应站。电源来讲的话，当然是越大越好啦，但是因为一台车的能够载的东西有限，然后你车子的容量然后体积你如果电池越大，容量越大，你当然你的电池本身的重量就越大。那电池重点也不在它到底有多少，而是就我们自己的露营经验用下来讲的话，像我们我们第一台 T3 上面有400H 的电，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用电量其实没有到那么多啦。那其实每天
每一次的行程用下来，其实都还有剩余很多电。那因此在整理这台金吉星的时候，我们就去朝向我们这台车要来做轻露营做使用。那基本上使用的电其实也不会到很多。那这样子的一个体积跟大小，还有它的用电量，对我们来讲就是会很刚好。你的电越多，你的容量越多，当然电池就越重。那这一台它的电容量来讲的话，它有720Wh，那大概就是我们 T3的1/4的电量而已。那但是就我们这几次的露营经验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所用到的电基本上就是3C 产品用电啊，相机、手机、笔电、空拍机，然后偶尔你可能就是用电热水瓶啊，还是电锅煮个饭啊，还是用电烧烤盘煎个东西啊，这些都很够，可以在营地的时候也可以充电使用。所以这一台你如果说在野营的时候啊，2天1夜，或者说到3天2夜，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够的。毕竟我们的用电量也不会到很大。那如果说你自己还需要到一台电冰箱，你如果需要到一台电冰箱的话，它可能会有点紧绷了，可能2天1夜，然后再加一个行动的，像冰壶啊，还是那些大容量的那个行动冰箱来讲的话，它的用电量可能会蛮紧绷的，就可能会常常需要到充电。像我们的配置是没有用到冰箱，我们就单纯电灯、照明，然后3C 产品、手机、相机、笔电这些东西，就是做这些充电来讲的话，这一台是非常的够用。喜欢的朋友有在询问这一台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做购买。那只要跟我们团购一起买这一台 EcoFlow 的产品，我们都会有提供公司原厂的保固，可以安心使用。有任何问题啊，台湾的代理商都可以帮你做后续的维修保护这些服务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台非常帅气、非常漂亮的 Toyotomi 的暖炉？我们用 Toyotomi 的暖炉，自己的是白色的哦。那这一台是最新的颜色，非常的好看，真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太空灰。团购连结我们会放在影片的资讯栏，有兴趣的都可以到影片资讯栏去看一下。那这次我们跟 Toyotomi 的团购活动，这次团购的品项比较多，也有其他的型号、颜色，然后款式都有。基本上这间代理商的暖炉啊，你都可以来做团购优惠价的购买。那因为现在11月中影片上线的时候，应该也快11月底，都有兴趣的朋友要赶快来做入冬前的购买准备。因为这个东西通常在台湾呢，因为这个代理商他进货的量其实没有到那么多，在台湾觉得很冷，在平地觉得很冷，想要购买的时候，通常都是缺货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第一次在买的时候，就是很冷的时候想要买的时候，全台湾大缺货，连日本都缺货，所以在真的感到冷的时候，你要再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如果已经有打算要买的话，就是趁现在做团购预购的话，目前都有一些现货可以你马上下单，然后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帮你做出货。那你如果说真的等到冷的时候，真的都来不及了啦。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资讯栏，透过连结去用优惠的团购价格来做购买。日本人的家里都会放一台这么漂亮可爱的暖炉。那我们去逛电器百货啊，还是逛一些家电，其实他们都会贩售这样子的暖炉。暖炉在日本的冬天是非常必备的一项避寒的物品。那在台湾其实这2年因为露营风格兴起，所以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就多了一样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然后这2年在台湾也都卖得蛮好的哈。之前在准备要买这样子的暖炉的时候，其实就遇到缺货的问题，所以大家有需要或想要购买的时候，就是赶快趁早买就对了哈。那简单来分享一下，我们觉得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暖炉呢？暖炉它的优点，暖炉是我们从开始露营
慢慢的做一些取暖啊什么的，到一开始是用焚火台，焚火台是最基本的，那也是最常看到人家用的。可是焚火台会有烟，然后它必须要一直去放这个木材，那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焚火的这个行为，而且其实台湾现在对焚火的管制其实也蛮严格的，除非你进到露营区，你才可以就是很自由自在的焚火。那其实很多露营区它也反对你焚火，甚至于它不让你焚火，你就要在下面垫一个防火布嘛。可是其实很多营主啊，现在大家都是用草皮嘛，很多营主还是不会让你去做焚火的动作。那后来我们慢慢的用到柴炉，柴炉是我觉得取暖效果跟它的热效最好的一个工具。那我自己也喜欢焚火台，那可是焚火台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必须要去添柴，去控制它的温度，那才可能烧个几分钟或是1个小时，可能聊个天，还是去洗个澡、上个厕所回来，你的火就灭了，你要再重新再燃烧，那又会很麻烦，而且它也会有一些烟的问题用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样子的暖炉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还蛮好的，对女生来讲，对女孩子来讲的话，没有烟没有烟就是最大的优点不希望说洗完澡香香的之后出来，然后想要取个暖，然后还有那个有烟的味道。这个暖炉它就是没有烟、没有味道的问题，然后它的温度控制也很方便。你只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开关啊，你就可以控制它的火力大小。上面也可以做简单的烹煮你可以在上面煮个水啊，泡个咖啡，晚上喝个烧酒或者说烤个鱿鱼放个铝箔纸烤个鱿鱼烤个棉花糖，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它是一个蛮好的取暖的一个工具而且它的外形也蛮漂亮的，赏心悦目，搭配你的录音美学非常的好。那如果说你平常不用平常在家，那因为其实台湾人家里都不会装暖气那所以说这一台摆在家里也可以让你度过台湾寒冷的寒流时期非常的好，在家里也是蛮赏心悦目的现在的人工作压力都很大，需要一些疗愈的小物。这一台即使不去露营，你在家里它一样也非常的疗愈，非常的赏心悦目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影片资讯栏去看一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跟型号谢谢大家的收看。